好，我是老 K。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这款荣耀 X50的首发测评。这款机器也是打着荣耀10年巅峰之作的一个口号啊，听着就非常牛啊！不单只是首发了高通最新的6G1处理器，经过我这几天的体验，这款手机的屏幕不单只是1000元价位，甚至放在2、3千这个价位啊，都是一块素质非常高的屏幕。至于这台手机的体验怎么样，3连加关注，咱们开始这台荣耀 X50的详细测评。首先，作为一台7元级的机器啊，包装上自然不可能玩太多花样了，做的比较简单。这一次曝光的一共有4个配色，分别是博朗蓝、燃橙色、雨后初晴，加上一个典雅黑。其中3个都比较直接啊，大家可以直接看出来。至于这个雨后初晴，我个人猜测应该是接近白色的浅色调。内存版本也分为4个，最高是16G 加 512G 的存储，最低是8加128。个人是不太推荐128G 这个内存了，在2、3年肯定是不够用的。随机器附赠的还是老4件套，充电器、数据线，还有一个清水套，加上手机本体。充电器方面最高给到了35瓦，手机的话也正好支持最高35瓦的一个快速充电，算是刚好够用的一个配置。手机的话已经全部完成设置，也更新到了最新的系统版本。今年的荣耀 X50 对比 X40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可能最大的区别就是我这一款橙色的后盖从 X40 的磨砂后壳变成了一个仿树皮的材质，整体的手感会更加的偏硬一些，看起来和摸起来都还不错。配合摄像头边缘的一圈星环，整体的话就显得比较成熟商务。185克的整机重量加上比较靠下的重心，并不会出现那种头重脚轻的情况。并且这台机器内置的电池是5800毫安时啊，在这样大的电池容量下，厚度只有 7.98 毫米，拿在手里确实可以感到非常轻薄啊。至于背面的这个设计，依旧是延续了上一代非常有辨识度的星环，但是在周围一圈做了一个类似于齿轮的处理，辨识度和美观都兼顾了，大家也可以简单的给这个外观打个分。屏幕方面也是这一次荣耀 X50 的亮点啊，在1000元价位给到了一块2K 分辨率的屏幕，指向数为类钻石排列，在微距镜头下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字体边缘发虚的情况，并且1920赫兹的高频调光，即使在最低亮度下也可以维持还不错的屏闪表现。从正面观看，屏幕并没有出现发黄或者发绿的情况，低角度下的偏色控制做得也非常不错。使用校色仪进行测试，手动下最高亮度可以达到800尼特左右，自动亮度激发后可以去到1200尼特。这一块屏幕放到1000元价位，可以说是没什么对手了。综合表现非常给力，也是这一次荣耀引以为傲的一个卖点。甚至和一些2、3千价位的手机相比，我觉得也是完全不虚的。而且因为是曲面屏的原因，这台手机的正面看起来并不廉价，甚至有一种高端机的即视感。这一次官方还强调了屏幕的抗摔性能，官方给到了一个说法，就是首创了一个太极缓震架构和一个缓震材料的双创新。从外观上可以看到，屏幕边框周围的一圈是有一个柔性的缓冲的，实测在1米内高度跌落木板测试，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。至于更极端的水泥地板跌落测试啊，这就交给那些新屏的大佬去验证了。续航方面，内置5800毫安时大电池，光听着就非常给力啊！实测1小时 QQ 飞车耗电16%，1小时 B 站视频耗电11%，再打了1小时王者荣耀耗电11%，最后再来1小时的视频聊天，剩下45%的电量。在这样的条件下循环测试，荣耀 X50 最后坚持了8个小时52分钟，这个成绩在我摸过的手机中绝对是数1数2了。超中度的使用也可以从上班坚持到下班，中度的使用甚至可以做到2天1充的水平。至于充电速度方面，35瓦使用原装线从0开始充电，半个小时充了36%，充电到90%花了77分钟，充满一共用时1小时32分钟。这个表现说实话就一般了，不过有前面优秀的续航保底，还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充电次数的。在处理器方面，这次荣耀 X50 搭载的是高通6G1的处理器，三星代工4纳米工艺，
4大核加4小核架构，可能因为极限技能并不强的原因啊，在1个小时游戏测试后，整机的最高温度也只有40度左右。这款处理器在应付一些高负载的游戏，比如说原神或者星穹之类的，还是可以观察到有掉帧的现象的，基本上平均在40帧左右。王者的话并不支持高帧率，对局内平均帧率在55帧左右，并不会有非常明显的卡顿。因为我这一个还是样机，可能没有相对的进行优化，在正式版本中的表现会更好。这里仅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这个处理器在日常的使用中啊，对比高端的8系，在返回桌面或者打开应用的时候，其实还是会感觉到稍微慢半拍的，但整体的流畅性做得还不错。同时，屏幕的高刷也适配了目前几个常用的视频或者信息流软件，在大部分的场景中都是有高刷的。可以说，这个 CPU 如果你没有非常重度的游戏需求，反而在发热和续航上会有更好的体验。在更新了最新版本的 Magic UI 之后啊，动画又有了一个升级，终于是加上了这一个打断动画了。这个动画在之前的 Magic 5智能版上是没有的。整体退出返回桌面的流畅度又有了更好的提升，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我觉得还不够完善，比如说悬浮小窗不支持横屏应用，还有支持双开的应用不够多，这些都希望后期荣耀可以继续完善。至于拍照和录像方面 ，X50 后置了一颗1亿像素 f1.75 光圈的主摄，另外一颗是200万像素的感光景深摄像头，样片我这里也拍摄了一些。到了夜间的场景，噪点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。如果对拍照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话，日常只是扫个二维码或者拍下课件，我想还是完全够用的。视频拍摄方面，最高支持 4K 30帧的录制规格，因为没有配备光学防抖啊，所以在移动拍摄的过程中，画面会有比较明显的抖动，并且预览界面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掉帧，这也是荣耀以后需要去完善的地方啊。总结一下这台机器，虽然有不足，但是在1500价位，通过屏幕的高素质打出了一个差异化的身位。如果你对游戏或者拍照的需求不高啊，更看重续航或者要一个更大的屏幕，那这款 X50 绝对是一个非常符合你需求的机器，非常省心，不需要多余的照顾，就算忘记充电了，也可以继续坚持到第2天的续航，也是我非常看好它的原因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